人终于在灵威的压力下逐渐收拢，其本体修为也已恢复到了化神初期的实力。虽然元神尚未完全恢复，暂且还无法使用异境，但却还是将镇压在炼魂封底数年的麒麟魂魄给胖揍一顿后彻底收服。眼下灵脉的压力在恢复元神的作用上已经微乎其微，除非有灵丹妙药或者在更强的威压下元神才能进一步收拢，其他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只是多多少少有点危险。现如今还是先将抽破与锁神玉简收入囊中最为要紧。转眼间，亡灵从炼魂峰上横跃而起，向着抽破峰飞去。此时在炼魂峰上某一角落，柳眉表情十分复杂地望着亡灵掠去的背影。朱雀子曾告知，只要在亡灵的道心中留下身影，便可将其作为炉鼎。这既是师命，同样也是自己竞争下任朱雀的依仗。只是到现在，柳眉竟连亡灵的道心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。此刻亡灵落在抽破峰上，神识一扫，便找到了那苏金氏的位置。可纵使苏金氏是这抽破峰修为除大长老外最高的弟子，在见到亡灵后，脸上也是露出一丝难看之色，因为他根本看不透来人是什么修为。你可有抽破玉简？苏金氏沉默片刻，看穿卓是炼魂峰之人后，便点了点头。看谁不爽直接就抢，看谁不顺暴打一顿，这就是炼魂宗的规则。但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本事。虽然苏金氏除了有一条件外，倒还算是个爽快之人，他有一炼魂幡，还差300死魂便可达成1000魂。亡灵倒不屑去直接抢夺，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抽破之术与炼魂之术一样，也有着3个神通，分别是定神、引魂与四蛊。前面2种只是抽取生魂的一些方法，但这四蛊却是和炼魂的血祭之法一样的牛波。四蛊的奇异之处在于能把生魂变成类似于蛊的存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不断的炼化，最终会形成蛊魂兽。一头蛊魂兽相当于修士结丹期修为的实力。若是这么看，此术定是难登大雅之堂。但无数年前抽破峰一弟子叛出师门，改头换面后，仅凭一手四蛊之术，不仅自建了宗派，而且还横行于所有4级修真国之间。此人更是自创出绿丹大法，将蛊魂兽炼化成丹，并以此法成功修炼至化神，简直堪称天纵奇才。炼制这绿丹没有数量上的限制，在他手中更是超过10万之多。反正只要是出手，就给人来上那么一颗。即便是那些鹰变老怪也不愿去找他麻烦，毕竟若是把此人逼急了，给来个王炸，一生修为白搭不说，还有可能直接看见太奶的招手。但随着此人的失踪，渐渐的便慢慢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。如今3法已得其2，却还只差了锁神玉简。只是那锁神玉简也只有宗门化神老祖才能有资格查看。至于抽破与锁神2峰之下的灵脉深处，亡灵倒也没有放过。锁神峰下有一面劣质魂幡，亡灵顺手之下便取了出来，但是抽破峰下则是空无一物，想必早已被人取走。亡灵在做完这一切后，便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。今日他要挑战炼魂宗的老怪，因为只有在比灵脉还强无数倍的鹰变威压下，才能使元神在挤压中彻彻底底的恢复。届时再以速度，就连鹰变老怪都望尘莫及的星罗盘逃离，那结局简直不要太完美。说罢，10万金色魂幡与999组精致的劲幡便出现在了手中，提着2幡身子一动，便向着那9道光环冲去。在临近之时，双手2幡身前一舞，顿时左手魂幡内呼啸之声大响，只见麒麟主魂带着无数魂魄小弟瞬间便出现在了亡灵身后。呼啸间，整个炼魂宗4面8方几乎全部都被魂魄占满。这是亡灵第一次使用10万麒麟魂幡，其威力之强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。此时麒麟主魂首当其冲，直接一头撞击在了那金环之上。数声震天巨响过后，炼魂宗内9大化神修士也显出了身形。好大的胆子！9人中走出一女子，身子向前移动，正要出手。不过此女只是区化神初期修为，又怎会入得了亡灵的法眼？滚！话音刚落，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疯狂地倾泻而出，这强大的气息远远地超过了女子所能承受的范围。要知道，她可是差点将红蝶给干掉的男人。其化名曾牛的大号更是长期霸占朱雀星头条 No.1。当年全盛时期，像是此女这种货色更是嘎了不在少数。见亡灵气势如此之强，女子也不愿去做这一只出头鸟。你等9人，让道！狂妄！话音刚落，9人中的一个青袍老者竟直接先动了手。只见由灵气化成的一道锁链抖动间向着亡灵所来。然而这下瞬间便让亡灵麻子附了体，顿时竟气化枪击碎锁链的同时，魂幡一动，瞬间足有10万之数的魂魄呼啸着便要向几人冲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血环内传出：小友，老夫等你多时了。一个身穿碧色长袍、头发及腰的身影，右手一挥便送退了9人。这老者的修为，亡灵虽说看不透，但肯定是鹰变期无疑。正当亡灵以为这一战在所难免，瞬间眼中战意迸出之时，这老者竟告知他，等这一天已经等了苦苦2年。然而亡灵只是觉得奇怪，但最后也释然了。之前所发生的事情，这位鹰变始祖可以知晓，倒也不足为奇。我先送小友一份薄礼，再详谈不迟。只见老者一指炼魂峰，带着滔天的杀机，缓缓说道：柳眉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滚！闻言，柳眉绝世的身姿缓缓飘起，望着老者恭敬的轻声道：前辈，晚辈有师命在身，况且也没有惹怒于你，何必如此？6息。柳眉也颇为无奈，一边会有生命之危，而另一边则有师尊之命。4息。话音刚落，老者虚空一抓，一杆3丈多高的大旗虚影出现在了手中，其内一股令人窒息的力量传出，瞬间令柳眉脸色大变。11尊魂幡。
说罢，身子一闪，便立刻消失，远远的离开了炼魂宗。曾牛小友，这份薄礼如何？柳眉的存在就好似自己被一条毒蛇盯着一般，此刻这感觉随着柳眉的离去也已全部消散。此乃厚礼，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如此行为让在下没有喜悦，反倒有些惶恐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却想得极为透彻。柳眉之前能进入炼魂宗，若非这大佬的同意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再者，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将之驱离，却偏偏选了今日。如此一来，便是告诉了亡灵，他炼魂宗已经与朱雀子闹掰了，而且这可是为了你亡灵才闹掰的。这不是薄礼，这是他瞄了个咪的里面有事啊！没能想到亡灵与遁天初次见面就被赠武化神大礼包，更是放出豪言让其随便吸收10亿尊魂幡的灵力。但在亡灵一番朴实无华的操作下，却心疼的遁天老脸直抽疼。书接上回，炼魂宗应变老者不仅没有怪罪亡灵大闹宗门，反而将对亡灵有着潜在威胁的柳眉给驱逐出了万里之遥。如此一来，他炼魂宗已经与朱雀子彻底撕破了脸面。待柳眉走后，老者转眼看向亡灵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。曾牛小友，你的元神恢复在即，来找老夫不就是为了借助威压，让元神可以加快恢复吗？老夫的第2个礼物便是助你完全恢复修为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比之灵脉威压强大无数倍的灵威便直接作用在了亡灵身上。亡灵虎躯一震，顿时感觉像是被无数山峰给死死的压住了一般。与此同时，那元神碎片的缝隙也正在慢慢的缩小，但这恢复的速度还是太慢，远远未能达到亡灵的预期。见此，随后老者更是散出比之刚才要强出10倍的灵威，四周的虚空顿时啪啪作响，出现了一圈圈细密的皲裂痕迹。如何？此时亡灵的衣服已经被从汗毛孔内压出的血丝浸透，脸上青筋高高鼓起，2块茶痕也已消散了一块。不够哦，好，曾牛，老夫已经有200多年没有使用应变期的先例，这第2份礼物，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。话音刚落，一股与刚才灵威截然不同的威压瞬间降临，这种感觉让亡灵想到了仙界碎片崩溃时的天威。5息之后，他脸上最后一块茶痕也在元神疯狂的连接下消散。亡灵长啸一声，磅礴的灵力轰然间流转，全身融入到了身体各处，身子一震之下，孙泰的封印也在这一刻随之崩溃。一种好似被限制了很久，最终释放后的舒爽直冲亡灵天灵盖。此时此刻，他的修为不仅重回化神中期，甚至比之当年还要更为精进。受人如此恩惠，亡灵便对老者抱拳相谢。殊不知这化神大礼包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现在谢我言之过早，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你可敢要？随着修为的恢复，亡灵不知不觉也有了一股睥睨天下的气息。有何不敢？其实亡灵心里也是清楚的很，这炼魂宗始祖下了如此大本钱，肯定不简单，这是真他喵的有事啊！但他奇怪的是，以对方应变期修为，到底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一化神小辈来帮助？转眼间，2人便来到了那2道血环之外。这第3份大礼就是帮亡灵把修为一举达到化神后期巅峰。老者右手隔空一抓，顿时那杆3丈多高的巨大魂幡立刻再次出现。此幡乃炼魂宗至宝10亿尊魂幡，正是有了此幡的存在，老者虽说是应变后期，但也敢与问鼎一战。这宝物是炼魂宗的根本，此宝在则炼魂宗不灭，此宝碎则炼魂宗必亡。帮亡灵提升至化神后期，也正是需要借助此魂幡内的魂力才能完成。虽然亡灵盘膝而坐，但对老者的谨慎之心却始终没有放下。只要稍觉不妙，他便会立刻以星罗盘迅速遁走。随着阵阵咆哮从那幡内传出，转眼间10个魂魄立刻便分散在了亡灵左右。这10个魂魄气焰滔天，竟然全部都相当于应变强者修为。此幡之上的所有应变修士均是炼魂宗历代老祖死后所化，他们放弃心智，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来祭献此幡。曾牛小友，若有一日老夫归西，你也要记得把老夫的魂魄收入其内。亡灵闻言，心神一震，心底也仿佛有了一丝明悟。只见一股浓稠的灵力根本不用亡灵吸收，便进入了他的体内。此时亡灵体内灵力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的增长。曾牛，记住老夫的名字，遁天，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少顷，亡灵感觉到身体内的灵力已然达到了饱和。与此同时，他的修为在这一刻也定格在了化神后期。倘若当年有着修为跟红蝶一战，又岂能遭这么大罪？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你可惜够？这里越送亡灵心里越是感觉毛毛的。只是这连送3份大礼，这老小子绝对是有事啊！但此刻既然已经接收馈赠，便不能拒绝。那种反悔的伎俩，他也不屑去做。不过以王麻子的性子，既然决定相助，那么自然在接受礼物上也不会让自己吃亏。剑遁天更是豪气的表示，管够想吸多少吸多少。亡灵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便闭上了双眼。这小家伙现在体内灵力已经饱满，即便是吸，也不能吸再多了吧？这老头总感觉亡灵闭上双眼之后，心里总是毛秃秃的，感觉有些不对，倒也说不出来是哪个原因。本尊，你们一起吸！这声呼唤直接跨越了距离，跨越了边境。被亡灵元神碎裂时牵连沉睡的本尊，蓦然间睁开了双眼。亡灵与本尊早已没有了主次之分，当2者融合在一起时，便是真正的亡灵本体。通过一丝奇异的联系，磅礴的灵力以分身为中转，疯狂的被本尊吸收。这种联系与当年亡灵分身元神碎裂导致本尊沉睡时一样。本尊因为修炼古神诀的
的缘故，吸收的灵力可比分身要多得多。就好比分身喝水用的是奶瓶，而本体却是用的暖壶。这一举动让顿天也不由心疼的老脸直瞅瞅。但作为长辈，豪言都放出去了，想收回也晚了。随着本尊被一丝丝灵力化作丝茧包裹着吸收，也到了尾声。亡灵也不是贪得无厌之人，此刻他睁开双眼，停止了吸收。自修炼以来，真正对他好的人屈指可数。此时他内心对这老头已是极为的感激。多谢前辈3分大礼，如若有事，但说无妨，晚辈定尽全力做到。本来顿天心中还有些许不悦，但就因为这句话便彻底烟消云散。他付出这么多，等的就是亡灵的这句话。曾牛巧友，你可知朱雀国占据朱雀星无数年来，为何到现在为止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国？